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在上个影片，我们已经讲了韩国社区反馈的一些反馈内容，但是由于内容太多的关系，所以我就分成上下集了。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上集的话，可以先去看上集，才来看下集，也就是这一集。到了第14个问题，在之前有出现过不少的传奇皮肤，就比方说是以前的登峰造极皮肤，或者是一些要完成任务才可以拿到的传说皮肤。但玩家就说到以前的这些传奇皮肤，他们已经没有办法获得了。这个玩家想要完成成就，他想要拿到这些皮肤，会不会重新返场？那其实这个问题在之前我也是有观众跟我说过一样的问题，那这里策划的回答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之前获得这些传说皮肤的玩家，他们是花了大量的金钱、加速资源，很难才可以获得的。尤其是登峰造极的皮肤，各位也知道，大家会去抢那个皮肤，有可能你拿到了第11名，连皮肤都没有办法拿到。所以如果官方让这些皮肤返场，让一般的玩家可以容易的去获得的话，我觉得是很不尊重那些曾经花了很多努力才去拿到皮肤的玩家。不过近期他们推出不同类型的皮肤，就像你们近期所看到的，哇，有海盗船啊，又有天空之城。请大家敬请期待。这边我把这个句子简化了，就跟大家讲，你们不要再想着旧的皮肤了啦，旧的皮肤不会再返场了啦，你们要拿就拿新的啦。而且我在想着，有什么玩家会想要拿旧的皮肤呢？因为旧的皮肤争议数值会比较低一点呢，新的皮肤会比较高。旧的皮肤除了可能造型会比较好看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了。所以对于皮肤这件事情，你们有什么看法呢？第15个反馈，能不能够把远征还有日落峡谷的通知改回来呢？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我玩那个游戏呢，都已经玩5年，差不多6年左右了嘛。我是从来没有忘记过去收取远征里面的箱子的，从来没有。但是自从它改成这个样子之后，我真的是天天忘记了，我没有一次记得。以前是从来没有忘记过去领取的，我都不懂为什么。就是少了那个通知，你不会去点，就变成说你不会去领取里面的箱子啊，一些奖励之类的。那我觉得官方有可能是担心，哎呀，他们会不会有太多艾塞尔的雕像啊？我知道要怎样弄了，就是把那个通知移除掉，这样子玩家就会忘记去领取箱子，也不会去兑换艾塞尔的雕像啊，真聪明啊！这样子他们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积分去兑换一些其他的东西啊！哇哦，策划真的是太阴险了。那么策划的答复是说，他们正在优化通知啊，会在未来的更新中跟大家见面。看来应该会改回去了。我个人是希望官方可以改回之前那个版本啊，这个新的版本呢确实不好用。第16个反馈是关于 KVK 的事情啊，这里就有说到，希望那些前置的争议呢是以整个阵营来计算，而不是以王国的分数作为计算，因为在正常的 KVK 呢都是有分成如果拿第1名的王国会有 3% 的所有伤害，到了后面排名比较低的王国可能就拿一些采集的速度啊，打野蛮人的伤害之类 blah blah blah。不过策划的答复是说他们在考虑这件事情，还没有确定是不是要以阵营的分数来分配争议。第17个反馈，希望可以增加更多的远程统帅皮肤争议。策划回答他们之后将会推出更多关于工程类的一些争议还有皮肤，而且这个问题前不久我的观众才跟我讲吧，所以也就是说未来是真的会有可能有工程的皮肤啦。第18个反馈，希望可以查看整个伺服器的所有 KVK 匹配的结果、匹配的情况，还有在非 KVK 的情况下查看其他王国的移民状况。确实我发现到有一些玩家会好奇一些先锋王国他们匹配结果是怎么样啊，他们跟谁匹配啊，又或者是他们的移民情况。所以写到这个反馈的玩家应该也是那种要吃瓜的玩家啦。那这边官方的回答是因为这些问题呢都是牵涉到该当地王国的一些重要的内容，所以他们需要讨论一下到底要不要把这些东西就是公布出去给其他的玩家看到。不过这个反馈呢，我放去多个韩文的翻译软件呢有不同的结果啦，不过大致上的意思是差不多，所以我不确定我讲的是不是正确的。如果你会韩文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至于各位能不能够接受呢，就是可以看到每个王国他们的匹配情况，还有他们招募了什么移民玩家进入他们的王国。我是觉得说就算不公布，也是会有一些玩家把里面的内容公布去讨论区那边啦，给大家一起吃瓜。第19个反馈，希望可以增加国王的权威。没错，就是这样子而已。我都不懂他那个反馈写来这么 OK， 你要增加国王的权威，那你要写一些实际的东西。你比如说你要增加什么权威呢？是不是
那这里策划的回答也是一样，就是讲哦，你希望增加权威，但是你也要说清楚到底是增加什么东西。那这里官方还有说到，虽然不能够直接移除掉某一个玩家，就可能说让他从这个王国之间突然消失，比如说剔除王国啊，或者是直接把他的账号弄不见还是怎样啊。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其他的都可以慢慢商量。因为我之前看过有蛮多的观众跟我反馈说，希望把一些玩家就是农夫玩家啦，移去这个农夫的王国之类的但是这样子会侵犯了一些玩家的人权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太大可能啊。下一个反馈，从很久以前开始就有玩家一直不断的在跟策划讲了，就是玩家缺的其实并不是资源，而是加速。因为资源至少你还可以开小号去采集嘛，但是加速只能通过活动或者是购买礼包获得。所以这里是希望可以用研究加速换成治疗加速，或者是用一些资源兑换成加速之类的。但是这里策划的回答依然是说他们会考虑而已。但是我坦白说了，如果策划他们是真的想要让这个游戏更多人去玩，其实让玩家减轻了获得这些资源加速的负担，玩家打仗就不会这么辛苦，甚至有可能会减少玩家弃坑的可能性。坦白说，现在的人都很忙啊，尤其打 KVK 的时候都要花不少时间，然后日常又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培养账号，真的是玩不起。而且现在官方他们赚钱的途径呢，也不是通过什么加速资源来赚钱，而是通过军器装备之类的。所以我认为策划可以考虑这一点啊，不要一直死抓着那些资源加速啊，死了要我们花钱去买，这样玩家玩的会更开心一点。下一个是说奥西里斯联赛的事情，每当联赛之前都会有一些更新呢，比方说之前的迷雾更新呢，他觉得还蛮不错的，但是之后的更新呢就好像有点无聊，他希望之后的比赛呢可以不用这么依赖节奏，可以弄得更加有趣一点。这里策划的回答我觉得是还挺中肯的，因为他说到他们对奥西里斯联赛的这些更新呢不会更新的太过频繁，因为每个队伍他们需要去重新配合他们的战术玩法。假设说从原本的玩法突然之间180度改成另外一种玩法的话，他们又要重新配合，重新去找过新的队员，甚至还要想出新的战术。这个东西我讲真的，你们这种没有参加联赛的玩家呢，确实是觉得说哎呀没有什么东西呀，只是随便打打而已啊，我们看的人都会玩了，但实际上真的是需要去配合的，真的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简单。那么官方这边就说到呢，暂时来说他们现在只是更新新的那个画质而已，在下一次奥西里斯联赛开启之前呢，不会再有其他的更新了。不过在每个赛季结束之后，他们都会针对一些技能做一些调整啊，就比方说可能有一些队伍讲哇这个技能太强啦，还是太弱了，他们就会有所调整。那基本上这个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好讲啊，毕竟我自己也没有去参加奥西里斯联赛的第22个反馈，大部分的峡谷大赛呢，他们能够获得的奖励都是一些金色雕像。这个玩家希望可以选择军器的箱子或者是金色雕像。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玩家希望奖励更加多元化一点啦。这里策划的回答，目前肉肉峡谷是已经可以让我们去选择其他的奖励了，像是军器箱子，但是其他的活动他们会根据活动的内容来进行修改，里面可以获得的奖励。第23个反馈，希望可以增加更多休假券。策划回答，目前他们正在开发中，将会在近期更新。下一个反馈，希望除了登峰造极之外，可以有更多途径去获得皮肤。策划答复，他们也知道玩家很想要穿梭皮肤，但是这个开发工作会比较困难，而且目前他们除了开发新的城市皮肤之外，其实他们也在考虑着要怎样去更改玩家的城市皮肤外观，这些内容会在之后的更新逐步发布。根据官方这样子讲，我在想着说会不会之后他们真的只是卖个皮套而已，但是皮肤的争议依然还是用回我们原本的皮肤争议。因为我觉得大多数玩家真的不是因为争议而去替换皮肤，而是因为那个皮肤比较好看而去替换而已第25个反馈是希望奥林匹亚之巅的公平模式可以恢复，但是我本人是没有玩奥林匹亚之巅啊，所以我不确定之前的奥林匹亚之巅的公平模式是怎样的。不过这里策划的回答是说，他们也是有收到有不少的玩家说公平模式的一些反馈，他们会逐步的去优化，还有奥林匹亚之巅的赛事。第26个反馈啊，又是大家的福利了。这边就有说到，他们现在是每个月都去购买一些头衔的机器人，每个月都要消耗接近5万韩元。就有问官方有没有想过要开发这个东西。策划的答复，目前他们正在开发类似的功能，一旦有了消息，他们就会跟我们说。那么看来官方即将要推出官方的头衔机器人了。第
第27个反馈也是今天最后一个反馈，就问到除了 KVK 还有奥西里斯联赛之外，有没有想过要开发其他的内容？策划的回答，其实他们有想过更多不同的玩法还有内容，但是现在说的话有一点言之过早了。就是说可能他们私底下是已经开发了更多新的玩法，但是因为还没有稳定，又或者是他们觉得说还没有弄好，所以还没有公布出来。不过这里后面还有补充到，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的话，也可以反馈给他们知道，他们会考虑看看可不可行。以上就是韩国社群反馈的所有问答了。哎呀，真的好长啊！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如果有哪些翻译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